公元1079年，大宋王朝最才华横溢的文人苏轼，正站在人生的悬崖边上。乌台诗案爆发，这个曾经意气风发、挥毫泼墨的天才，被一纸诏书从翰林学士的高位拖下神坛，锒铛入狱。罪名：写诗讽刺朝政。在那个阴森的牢房里，苏轼每天都在等待死刑的判决。家破人散，前程尽毁，连最亲近的朋友都避之不及，生怕沾上这个叛逆的晦气。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苏轼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又一个被政治斗争吞噬的文人。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从不按常理出牌。就在苏轼以为自己彻底完蛋的时候，宇宙悄悄启动了一套古老而精密的程序，一套在《易经》中被称为否极泰来的生命算法。4个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从京城的繁华到边陲的荒凉，从众星捧月到门可罗雀，这个落差足以击垮任何一个普通人。但苏轼没有。在黄州的5年里，他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达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段至暗时光中完成了人格的升华，从一个恃才傲物的青年才俊，蜕变成了一个豁达通透的人生智者。后来的苏轼虽然仕途依然坎坷，但他的内心已经拥有了一种超越世俗得失的力量。无论是在惠州吃荔枝，还是在儋州看海，他都能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找到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意义。这种力量让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苏轼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真相：真正的大运，往往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而是从地狱爬出来的重生。这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有些人能在绝境中逆转人生，而有些人却在小挫折面前一蹶不振？答案就藏在那部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里。它不是什么玄学迷信，而是古人通过几千年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的一套关于生命周期和能量转换的精准科学。今天，我想和你分享这套被时间验证了数千年的智慧密码。当命运准备给你发放人生大礼包时，宇宙会提前向你发送5个信号。读懂这些信号，你就能像苏轼一样，在人生的低谷中看到希望的曙光，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第1个信号，当生活给你最重的一击。让我们从最违反直觉的地方开始。你以为好运的征兆是什么？升职加薪？意外之财？桃花朵朵开？不，根据《易经》的智慧，一个人即将迎来人生转机的第1个信号，恰恰是经历一场看似毁灭性的打击。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宇宙运行的底层逻辑。《易经》64卦中有一个卦叫山地包，卦象是下面5个阴爻，上面1个阳爻。这个卦象描述的是什么状态？就是你人生中所有的支撑，事业、感情、健康、人际关系都在一点点被剥落，最后只剩下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也岌岌可危。普通人看到这个卦会觉得这是最坏的签，但真正懂《易经》的人看到剥卦反而会暗自欣喜。为什么？因为《易经》的64卦是一个完美的循环系统。包卦的下一卦是什么？是地雷复，一阳复始，万象更新。这就是宇宙的铁律，最深的绝望往往孕育着最强的希望。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被项羽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连老婆孩子都丢了，但正是这次惨败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和项羽的差距，从此改变策略，最终逆转乾坤。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何等的屈辱。但也正是这种极致的痛苦，激发了他完成《史记》这部千古巨著的决心。
现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创伤后成长，说的是人在经历重大创伤后，往往会在某些方面获得超越创伤前的成长。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有大量科学研究支撑的现象。我认识一个朋友，35岁的时候公司倒闭，房子被收回，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天台上坐到天亮，想着要不要一跳了之。但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发现过去的自己太过依赖外在的成功标准，忽略了内心真正的声音。他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开了一家小咖啡店，不是为了赚大钱，而是为了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3年后，这家小店成了当地最有名的文化地标，他也找回了久违的内心平静。所以，如果你最近经历了一场让你痛彻心扉的失败或失去，先别急着绝望，这很可能不是宇宙在惩罚你，而是他在用最激烈的方式帮你清空那些阻碍你走向更高维度的旧模式、旧关系和旧能量。宇宙在逼你，把内在真正的力量逼出来。你失去的只是牢笼，即将迎来的是整片天空。第二个信号，从受害者到创造者的心态转变。当外在的冲击过去后，第二个信号会在你的内心深处悄然发生，你会从一个习惯性向外指责的受害者，变成一个开始向内寻找答案的创造者。这个转变在《易经》中对应的是第3谦这个卦。谦卦是64卦中唯一一个6爻阶级的卦，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极其强大的内在状态。你终于认识到，外界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在你自己身上。大多数人理解错了谦的含义，他们以为谦就是低声下气，就是委曲求全，就是虚伪的客套。错了，易经中的谦是一种极度强大的内在觉醒，它意味着你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100%的责任。你不再抱怨伴侣不理解你，而是反思自己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爱。你不再抱怨老板不赏识你，而是反思自己是否创造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你不再抱怨时运不济，而是反思自己的德行是否足以承载更大的福报。这个转变的背后是一个深刻的哲学真理：当你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时，你就把改变命运的权利交给了别人；当你把自己当成创造者时，你就拿回了掌控人生的主动权。稻盛和夫的故事是这个道理最好的诠释。年轻时的稻盛和夫是个典型的愤青，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失败，进了一家快要倒闭的陶瓷厂。几个同期进去的同事都跑了，就他没地方去。那段时间他天天抱怨，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转折点是什么？他被逼到绝境，突然想通了，抱怨有什么用？不如把工作干好。于是他搬着锅碗瓢盆住进了实验室，夜以继日地研发新技术。当他不再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求索，把全部心力倾注于一件事时，奇迹发生了。他成功研发出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精密陶瓷技术，不仅救活了公司，也奠定了他未来创建2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 KDDI 的基础。从一个抱怨命运的受害者到创建商业帝国的企业家，稻盛和夫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叫反求诸己的力量。在心理学上，这叫做从外部归因转向内部归因。外部归因的人总是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外在因素，运气不好，别人不公，环境恶劣。内部归因的人则会从自身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内部归因的人在面对挫折时更有韧性，在追求目标时更有毅力，在人际关系中更受欢迎，在事业发展上更容易成功。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宇宙法则：你只能改变你能控制的东西，而你唯一能完全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所以
当你发现自己不再爱发朋友圈抱怨，不再跟人诉苦，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我能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开始默默地读书学习，提升自己时，恭喜你，你已经启动了走大运的第二个引擎。你的内在能量场正在发生质变，你正在从宇宙的棋子变成棋手。第三个信号，在孤独中找到力量。当你的心性开始稳定，第三个信号会随之而来，你会变得异常喜欢独处。注意，这不是那种孤僻抑郁的躲藏，而是一种高质量的享受性的孤独。过去你可能喜欢呼朋引伴，在喧嚣中寻找存在感，但现在你会觉得那些无效的社交、无聊的饭局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你宁愿一个人在家静静地看书、喝茶，或者只是发呆。这个状态在易经中对应的是艮卦，艮为山。你看这个卦象，两座山叠在一起，稳如泰山，代表着一种静止、沉淀、向内收敛的状态。古人说艮其背，不惑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意思是当一个人真正进入艮的状态，他的注意力就不再被外界的身体感官所牵引，他开始向内关照，以至于你在他身边走过，他都可能视而不见。这不是傲慢，而是他的精神能量高度集中了。为什么宇宙要强制你进入这种状态？因为这是一个能量蓄积期。我们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你把它耗散在外界的喧嚣和人际关系中，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内在的蜕变和创造。这就好比一部手机，你一边充着电，一边开着10几个 App 在后台运行，它能充进去多少电？只有当你开启飞行模式，切断所有外界连接，充电效率才是最高的。独处就是你人生的飞行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你所有的能量不在外泄，而是向内汇聚，修复你过去的创伤，孕育你未来的智慧。现代量子物理学有一个观察者效应，说的是当一个粒子被观察时，它的状态就会被固定下来，而当它不被观察时，它就处于一种包含所有可能性的波函数状态。这跟我们的生命何其相似。当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被外界不停地观察和定义时，你的可能性就被锁死了。只有在独处中，在不被任何人定义的状态下，你才能连接到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真正的自己。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师都有一段深度独处的经历。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独坐7天7夜，最终悟道成佛。耶稣在旷野中独处40天，完成了精神的升华。孔子在陈蔡绝粮7日，反而更加坚定了传道的决心。现代的例子也不少，比尔·盖茨每年都会进行2次思考周，一个人跑到偏僻的小屋里，断绝一切外界联系，专心思考微软的未来战略。许多重大的决策，包括拥抱互联网开发、NAP 平台等，都是在这种深度独处中产生的。村上春树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一写就是5-6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他说，我需要这种孤独，就像需要呼吸一样。正是在这种高质量的独处中，他创作出了一部部传世之作。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开始推掉不必要的应酬，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并且在这种孤独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力量，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的元神正在充电，你的生命系统正在后台进行一次重大升级。等升级完成，再次开机时，你的人生版本将完全不同。第4个信号，梦境成为你的私人导师。当你的能量开始向内收敛，第4个信号就会在更深的层面出现，你的梦境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做一些极其清晰、生动，甚至带有预示性的梦。有时会梦到一些从未见过的场景，或者一些故去的亲人给你传递信息。千万不要把这当成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那么简单。这背后的秘密是，你的意识正在与你的潜意识深海，甚至是更高维度的信息场建立起连接。周易系辞里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句话非常深奥，它揭示了梦境的本质。所谓的游魂为变，指的就是我们的精神能量魂，在睡眠这种特殊状态下，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去感知一些平时我们意识不到的信息。在道家文化里，这叫元神出游；在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里，这叫做潜意识的补偿作用，是你的内在自性在通过梦境给你发送人格整合与灵性成长的指引。历史上有很多通过梦境获得重大启发的例子。德国化学家凯库勒为了苯的分子结构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晚上，他在壁炉前打瞌睡，梦到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一个环形，不停地旋转。凯库勒从梦中惊醒，瞬间获得了灵感，苯的分子结构就是一个环形。这个伟大的发现直接开启了现代有机化学的大门。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示，有一个元素的位置怎么也排不对。他苦思了很久，疲惫地趴在桌上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一张完整的元素周期表，所有的元素都在正确的位置上。醒来后，他立刻把梦中看到的写下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正。这些不是偶然，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当你的意识在白天被各种杂念占据时，真正的智慧往往无法浮现。只有在梦境这种特殊状态下，你的潜意识才能绕过理性的阻碍，直接向你传递信息。梦境是宇宙给你发送的升级补丁和灵感源码。当你开始走大运前，你的接收天线会变得异常灵敏。你可能会梦到自己在飞翔，代表你即将突破限制；梦到清澈的水，代表你的财富能量在增长；甚至梦到一些让你恐惧的场景，那可能是潜意识在提醒你，有一些内在的阴影需要被看见和疗愈。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准备一个梦境日记本，把那些清晰的梦记录下来，不要用逻辑去分析它，而是去感受它带给你的情绪和直觉。你会慢慢发现，这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信息串联起来，就是一张指引你走向人生巅峰的秘密地图。第5个信号，你的世界开始自动升级。当以上4个征兆都相继出现后，最后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征兆，就会在你的现实世界中上演。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和环境开始发生剧烈的，甚至是自动的换血。一些过去跟你称兄道弟、天天混在一起的酒肉朋友，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突然就疏远了，甚至反目成仇。而同时，你又会很神奇的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场合，遇到一些新的朋友、新的贵人。这些人可能跟你素不相识，但一见面就相见恨晚。他们的思想、能量水平都跟你惊人的同频。这是为什么？这背后是《易经》干卦文言里一句至关重要的天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同样的声音会产生共鸣，同样的气息会相互吸引。这不就是现代物理学讲的能量共振定律吗？万事万物都有其特定的振动频率。当你通过前面4个阶段的修炼，你的内在能量频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提升。你就像一个电台，把自己的频道从调频 FM90 调到了 FM99.9。结果是什么？那些还在 FM90.0 频道的人，自然就再也收不到你的信号了。他们会觉得你变了，不合群了，然后自动从你的世界里静默消失。这不是你无情，也不是他们不好，这只是宇宙能量法则的自动筛选。而那些和你一样，或者频率比你更高的，在 FM99.9 频道的人，会立刻被你这个新的、
强大的信号源所吸引，他们会以贵人的身份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为你带来新的机会、新的资源、新的认知。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经历就是这个天机最完美的演绎。他早年其实毛病很多，心高气傲，人缘很差。后来他立志成为圣贤，开始通过写日记、静坐等方式疯狂地进行自我修正。当他的内在修为达到一个新高度后，奇迹发生了，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人才，像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等，全都像被磁铁吸引一样聚集到他的麾下，最终帮助他成就了那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代社会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马云在创建阿里巴巴的过程中，吸引了蔡崇信、彭磊、张勇等一大批顶尖人才。乔布斯回到苹果后，聚集了乔纳森、艾维、蒂姆、库克等设计和管理天才。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同气相求的必然结果。所以，不要为你生命中一些人的离去而感到悲伤，他们的离开是在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腾出位置。当你发现自己的朋友圈在进行一场大换血时，你一定要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你人生新篇章、新格局的盛大开启。你不是在失去朋友，你是在迎来你的良师益友和黄金战队。让我们再回到开头苏轼的故事。当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时，他其实正在经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信号，波及必复的开始。在黄州的5年里，他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创造者的心态转变，这是第2个信号。他在那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大量的时间用来独处和思考，这是第3个信号。史书记载，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做一些奇异的梦，有时梦到自己在另一个时空中与古人对话，有时梦到一些超越现实的场景。这些梦境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这是第4个信号。而在黄州期间，他结识了一批真正的知音，比如陈继常、徐君友等，这些人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这是第5个信号。5个信号全部出现后，苏轼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虽然后来他的仕途依然坎坷，但他已经拥有了一种超越世俗得失的内在力量。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找到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易经》智慧的神奇之处，它不是教你如何避免苦难，而是教你如何在苦难中找到转机，在绝境中看到希望。苏轼在黄州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创作。就像稻盛和夫不是抱怨命运，而是埋头苦干。就像所有那些在人生低谷中逆转命运的人一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最黑暗的时候依然相信光明，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选择行动。命运从来不是一个被写死的剧本，而是一套可以被你主动参与和改写的能量程序。当你读懂了这些来自宇宙的信号，并且顺应它去调整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你就不再是那个被命运洪流裹挟的溺水者，而是驾驭自己生命之舟的舵手。你准备好迎接你的大运了吗？记住，真正的大运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当命运敲门时，最重要的不是你听得见，而是你敢不敢开门，敢不敢迎接那个全新的自己。这就是真正的大运，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内在境界的提升。不是拥有更多，而是需要更少；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自己。当你拥有了这样的境界，整个宇宙都会为你让路。